大家好，我是李清泉，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来自过去的神秘笔记。里边内容呢光怪陆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有一些观众知道我的工作是研究一些宗教哲学起源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偶尔会碰到一些相当古怪的资料和复古文献，那这个笔记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人记录了他所有难以置信的经历，这些内容既让人摸不着头脑，又充满了未知的魅力。这期视频我摘取了这些笔记中一些内容分享给大家，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对笔记进行了一些简化并润色，希望它能够激发你的思考，或者你就当个故事听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妄想，但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这篇笔记主人真实的人生，理由我后面会讲。通过笔记，我们得知在四川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位神秘的年轻人，他的确切年龄不详，但从他的言谈之中，我猜测他大概也就20岁左右吧。关于他的家庭背景，应该是一位孤独的修行者，但是有一位身影常常出现在他的文字里，他的老师。这位老师呢，不仅是他的知识之源，更是他生活中的指引，为他设定了种种准则和禁忌。那么开篇就是1981年7月6日，四川北部山村的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顿悟。雷鸣电闪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不安的气息在空气中酝酿。那晚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召唤至窗前，这股力量是我所熟知，所以我并没有反抗。我目睹了一道奇异的光芒划破漆黑的夜空，直射地面，光中有闪烁的符号，这些符号并非汉字，亦非任何已知的文字。尽管我学识浅薄，未曾远游，但我能感受到那些符号所蕴含的深邃智慧和古老力量。从这夜起，我便决定追随这些神秘的符号，尽管老师常警告我不可轻易去触破古老的未知，我的好奇心却驱使我前行。况且他也做过同样的决定。这份笔记会一直记录我的奇遇，也是我向未知致敬的方式。虽然外人可能难以理解，甚至认为这可能是痴人说梦，但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希望在我笔记的最后几页中，我已经接受了这份命运的安排，不再对之抱有恐惧。然后接下来在他的笔记里，他遭遇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奇怪的生物，天上的异象，以及那些仅在特定时刻显现不可言说之物。当然我们只挑一些来讲。1981年7月14日，我所在的地区发生了洪水，洪水吞没了家园，席卷了一切。无助的村民在急流中挣扎，惊恐的孩子们在水中呼唤他们的父母，场面令人心碎。面对这一切，我深感悲悯，内心充满了想要伸出援手的冲动。但是老师严厉禁止我干涉自然的运行，认为这是天道，不可违逆。但我还是决定无视师命。在一个晚上，我悄悄地将部分洪水引导到一个空旷的山谷中，试图减轻村庄的灾害。起初这似乎奏效了，洪水的威力减弱，村庄暂时安全了。但是2天后，一种奇异的天气现象突然出现。原本平息的洪水出人意料的再次暴涨，这次洪水的力量更加猛烈，不仅重新淹没了之前我试图救助的那个村庄，还涉及到更远的区域。在村边看着泥水再次席卷过来，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无助。我知道这是老师口中天道的反扑，自然界对被打破的平衡进行了更为强烈的校正。我是多么愚蠢，忽略老师说的自然法则的严苛和不可干预的真理。每一次干预虽出自善意，却可能引起不可预见的连锁反应，破坏比拯救更多。那根据他所说的内容，我查了一下1981年7月9日至14日四川盆地的记录那是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等流域经历了罕见的连续暴雨，导致了20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洪水，山洪爆发，洪水泛滥，造成超过1500万人受灾，150万人无家可归，受淹耕地达130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约20亿元。那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说的这一点，自然界会对被打破的平衡进行强烈的校正，这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要依据和方向。1981年7月16日，今晚我终于做了一件长期梦想中的事情。在北海的中央地带独自漂浮，在这个夜晚，我身体轻轻地悬浮在海面上，四周只有一片寂静，只有星光和远处的海浪的低鸣。当我闭上眼睛，可以感受到海水冷而清新的触感，像是细碎的冰碴轻抚我的皮肤，这种感觉既刺激又舒适，仿佛整个身体都在海水的拥抱中获得了新生。风平浪静的大海像是一块镜子，周围的黑暗让我感觉自己像漂浮在宇宙的空间里，既孤立无援又自由无束。海水的呼吸似乎与我的呼吸同步，每一次波浪轻拍都让我的心跳加速，感觉自己更加活着，
在这片浩瀚的海域中，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但这种孤独不带恐惧，而是一种深深的释放和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的恐惧和不安，慢慢的转变为一种奇异的兴奋。我开始享受这份独自面对大海的体验，感觉每一次呼吸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这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深刻感受，是对自然的力量的敬畏与亲近。每一次海浪轻拍我的皮肤，我都感觉自己更接近这个世界的原始面貌。他提到的北海显然是一个真实的海域，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欧洲的北海。但令人疑惑的是，他在1981年7月14日还在四川应对洪水，那仅在2天后，他就声称自己在北海中心漂浮，这两地相距约7000至8000公里，难道他会瞬移？但是他对这种大海的描述让我回想起大一寒假我和朋友出海的一次经历，他对夜晚的一个人在大海中的感觉和我真实体验到的完全一致，这让我相信他确实体验过在大海中央的漂浮。但这样的壮举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在夜晚冰冷的海水中。1981年8月3日，今天我终于见到了那些令人震惊的空中那些巨大的生物，正如老师所描述的那样，在清澈的高空中，这些庞然大物似乎与云彩相互交织，它们的体态柔软且复杂，好似在空中浮游生物。它们拥有着更为精密的膜状或胶质结构，能在稀薄的大气中自由地漂浮。这种奇异的生物结构中显然含有轻质气体，如氢或钾。这些气体不仅使它们能够在低密度的大气中保持浮力，而且还可能是它们体内能量系统的关键成分。而且我观察到这些生物在雷雨天气中显得尤为活跃，大气层中电荷的显著增加为它们提供了能量的丰富盛宴。它们似乎拥有类似触角的器官，能直接从雷电中获取电能。这取能量的方式堪比地面生物光合作用或化能合成。这些生物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人类难以触及的高度，还拥有一套极为先进的感知系统。我推测它们可能具有电磁感知和能力，能够感应周围的电场变化。在充满电荷的环境中，这种感知能力对它们来说是生存和狩猎的关键。在这个遥远的高空生态系统中，这些巨大的生物无疑是顶级的掠食者，它们可能捕食各种高空飞行的昆虫、鸟类，甚至其他未知的生物，对控制整个高空生态圈中的生物种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些生物通常远离人类的活动范围，但根据老师的说法，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它们可能已经与人类的文明有过接触。古代的文献和壁画中描绘的那些掌控雷电的神体，很可能就是基于对这些神秘生物的观察和想象。总之，它们的存在对人类而言，既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也可能是生存的威胁或恩赐。那么科学家至今无法解释这些生物的存在，但有些人认为这可能与大气层中的特殊条件有关。但是他描述的却如此详细，就令人不得不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如果放到今天，对这些巨大的生物的观察依赖于先进的技术，如气象卫星和无人机，而我难以相信他在当时就拥有这些设备。他详尽地描述了它们的触感和结构，这通常需要亲眼所见才可能。他究竟是怎样接近这些通常生活在人类难以触及的高空生物呢？1982年6月23日，当我接近那道光时，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我，仿佛我的意识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在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物质世界，而是一片由符号和光影构成的空间。这些符号流动的仿佛有生命，它们形成了山川、河流、城市，甚至似乎在传递某种信息。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在梦境中，但这种体验却真实的让人无法忽视。在这个诡异的空间里，我感知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存在，一种无形但又无比强大的意识。我将它称为守符人。它没有具体的形态或声音，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仿佛直接进入了我的意识。它向我展示了宇宙的创建和毁灭，以及那些相互影响的平行世界。我感到震撼的是，它正寻找能够理解并操控这些基础符号的桥梁，以修正宇宙历史中的错误和悲剧。那随着这种交流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宇宙中的每一个事件似乎都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某种更高层次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能只是某种更宏大生命体的一部分，而我们的行为与思维都是它自我探索的一部分。这种想法让我不寒而栗，却也让我开始对全新的视角看待我所处的世界。我还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能力，或许是一种强烈的直觉，它让我似乎能够直接预见他人的未来。这种预测并非总是清晰，但它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小的决定都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这种发现让我既兴奋又惶恐。最终我明白了，所谓的宇宙之心并非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种可以与宇宙万物产生共鸣的心灵状态。任何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的生命体都可以成为宇宙之心，进而影响宇宙的平衡。这一切让我开始怀疑宇宙是否通过我们这些生命个体来体验并理解它自身的存在。在这一切的体验之后，我更加的坚定相信，宇宙并不是一个冷漠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满目的和意识的生命实体。而我们不再只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这个宏大的故事的积极参与者与创造者。当然，他这段话我很认可，宇宙可能远比我们所理解的要更复杂，充满意识和目的，而我们人类是这个宏大故事的一部分。那人类与宇宙共生的主题，我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就人死后艺术是否存在。1983年9月7日，我和老师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关于未来的画面，但我目睹了是一个令人心神不宁的未来。天空不再是蔚蓝，而是变成了深沉的紫黑色，这些颜色中透露出的不是宁静，而是一种隐约的威胁感。天空中的小图案不是简单的云彩，而是似乎具有某种生命的发光体，它们在空中自由地舞动，形状各异，从雨伞状到各种动物的形态。孩子们抬头望着这片诡异的天空，他们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单纯好奇和接受，仿佛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认知的世界。我还看到了南北方向天空的星象开始微妙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排列。这些光点慢慢的排列成一个巨大的人形轮廓，它既非神也非魔，却又兼具神性和魔性的特征。它的存在似乎挑战了常理。站在这种庞大的形象下，我感知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压抑，仿佛全宇宙的重量都压在了我的肩上。看到他这句话，我都感觉非常压抑。他接着说，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再次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条灰色的河流和一条绿色的河流在我的视野中汇合。根据它们的特征，我本能地将它们识别为亚马逊河和尼罗河，但这在地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条河位于地球的两个不同大陆，灰色和绿色的水域交融，形成了一幅诡异的景象。我看到了未来有好多巨大的沟壑流淌着黑色的水，人们艰难地在沟壑的边缘上行走，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沟壑。沟壑的两边都是黑色的泥土，粗糙且充满原始的味道。但是黑所经过沟壑两边全是塑料垃圾。但根据以上他看到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世界，人类的行为引发了一连串的环境灾害，其影响超出我们现在的预测。由于无节制的工业活动，包括大规模的矿业开采和地下核试验，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大型水坝的建设，全球变暖加剧，导致极端气候频发和冰川迅速融化。这些活动不仅放大了地球内部的应力，还加速了板块的移动，最终触发了一系列的超级火山爆发和剧烈地震。这也是关于未来推测的可能性。这些地震和火山的爆发联合作用，导致地壳在多个区域发生断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地理改变。这种极端地质活动下，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重新被定义，两条河流在一个特定的交汇点连接，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水系。这个新河流不仅是地质活动的产物，也成为了气候变化的直接见证。全新的河流沿途形成了沟壑，深邃而广阔，沟壑中的水呈现出黑色，这是由于河水中混入了大量的火山灰和其他地表材料，河岸两侧堆满了被水流冲刷出来的塑料垃圾和其他人造废物。这些废物在水流的冲击下逐渐积累，形成了环境的新负担。这些新形成的沟壑成为了地表上的障碍，当地的居民必须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危险的边缘上行走，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入沟壑中。在这个未来的世界中，孩子们童年与我们所知的大相径庭，他们眼中的天空不再是明亮的星星点缀，而是一片深沉的紫黑色。这是由于火山爆发释放的硫化物和火山长时间覆盖的天空所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寻找新的方式来点亮孩子的世界和想象力。我猜测他所说的某种生命发光体是类似于无人机之类的，为了弥补
真实星空的缺失，无人机被用来创造一个虚拟的星空。在特定的节日，如儿童节，无人机被编程飞到空中，它们的 LED 灯具能在夜空中发光，模仿星星的闪烁。这些无人机不仅能在空中自由移动，还能按照特定的编排排列成各种孩子喜爱的形状和图案，如小熊啊、小雨伞等，为孩子带来了一丝欢乐和奇迹。但是我无论怎么想都觉得异常的诡异。那至于他看到南北方向出现巨大的人形轮廓，应该是未来世界主宰地球的新力量，可能与外星生命有关。这种力量既具有创造性，也就是神性，也可能带来破坏，也就是魔性。在经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灾难后，人类或许已经选择与这些外星存在合作。这些外星生命宣称他们拥有恢复地球原貌的能力，为人类带来一丝希望。然而，这种看似无私的援助可能隐藏更深层次的意图，外星生命的真正目的尚不明确，这为地球的未来增添了一种神秘和不确定性。但无疑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主导者。那么在这个笔记中记录一些难以置信的经历，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当然其中一些可能没法讲，但找机会我会好好润色后再向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内容不过是某种精神疾病患者的妄想，或者只是幻觉，但对于我而言，这正是笔记主人真实的人生体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当你的世界观开始崩塌，你可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虚无感，但是别担心，正是从这种虚无感中，我们可以探索到存在的真正意义。你的感知将不再是依赖外部知识和既定真理，而是向内探索，发现那个纯粹属于自己的宇宙观。如果这引起了你的兴趣，或你有何见解，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感谢你的观看，期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谢谢大家。